我见过太多有钱人，最后都栽在一个补字上面。他们总觉得兜里有钱就能买来健康，以为吃遍天下名贵药材就能长命百岁。结果呢，一个个走得比谁都早。我告诉你们一个我观察了几十年的真相，那些真正长寿的人，没有一个是靠吃补药活下来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睡得好。天下第一大补就是睡觉，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灵验、最免费，也最容易被你们忽略的养生法门。人这一辈子1/3的时间都在睡觉，很多人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用来工作，用来赚钱，用来刷手机。他们不知道睡觉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你这辈子能活多久，能有多健康，能有多少福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睡得好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是天地的产物，必须顺应天地的规律。白天太阳出来，万物生长，人就该活动。晚上太阳下山，万物休息，人就该睡觉。这就叫道法自然。你顺应自然，自然就会滋养你；你违背自然，自然就会惩罚你。你们要晓得，咱们这个肉身里的能量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白天一直在放电，如果晚上只充了 50% 的电，可是第二天白天还要释放 100% 的能量，那缺的这 50% 从哪里来？就是从你的五脏六腑里面硬抽出来的。五脏六腑里装的是什么？是我们保命的老本，是人体最核心的精血和元气。你天天去借五脏六腑里的老本，借了又从来不还，一般人这么熬个10几年，把底子掏空了，身体也就彻底垮了，什么病都找上门来了。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怎么做才算是真正在充电，才能把借出去的老本给补回来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们想想看，给手机充电，你得插在有电的插座上，对不对？咱们人要给自己充电，就得插在天地宇宙的能量上。天地什么时候给你送能量？它是挑时辰的，绝不是说你白天熬困了，随便找个大白天躺下，睡10个小时就能补回来的。你要顺应天地宇宙的规律，要在老天爷给你输送气血的那个特定时辰躺下，这才叫真补这个特定的时辰，也就是老祖宗定下的铁律，叫做子时。子时是什么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你们千万别小看这2个小时，在咱们中华文化的智慧里，这个时辰叫做金补换。这个时候是一天之中阴气最重，但阳气刚刚像小草发芽一样准备冒出头的时候，在我们人体里对应的正是胆经。黄帝内经上讲，五脏六腑的气血能不能生发得起来，全靠这子时的一点胆气。你在晚上11点前乖乖躺在床上，心安稳了，睡着了，这点微弱的阳气和胆气就能养得住你全身的经络和气血，就能得到真正的休养生息，你的电就冲进去了。如果你到了这个时候还在熬着，还不肯闭眼，那就是在深深的掐断天地给你输送气血的管子，透支你的寿命。我给你们讲个实在的例子。我认识一个张阿姨，今年70多岁了，平时特别讲究养生，老伴儿走得早，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搬出去了。张阿姨现在的退休金不少，每个月大把的钱拿去买好东西，什么阿胶、燕窝、西洋参，天天在家里熬汤炖水地喝，可以说把市面上的补药吃了个遍。可是呢，他见了我总是抱怨说，曾老师，你看看我这个脸色，怎么吃了那么多好东西还是灰蒙蒙的，天天头晕眼花，走2步路就喘，白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记性也越来越差，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
我就看着他问了一句：张阿姨，你晚上几点睡觉啊？他一听，稍微有点不好意思了。原来啊，他虽然白天懂得吃补药，可一到了晚上就觉得大屋子里冷冷清清，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他就靠在床头，抱着个手机，在那刷短视频，看连续剧，有时候看人家婆媳吵架的家长里短，他心里还跟着愤愤不平，越看越精神。有时候看到半夜12点多，脑子里又开始算计大儿子最近工作顺不顺，小孙子这次考试成绩怎么退步了，脑子里就像跑马灯一样咕噜咕噜转个不停。就这么硬生生的熬着，经常是凌晨1、2点才迷迷糊糊的睡过去。我告诉他：张阿姨啊，你这就是典型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你想想看，你白天吃进去的那些名贵补药，就像是往灶台里添柴火，想要把水烧开。可是你晚上11点到1点的子时不睡觉，这就等于灶台底下的那口锅是个漏底的锅。你子时不睡，胆气得不到生发，肝血就得不到滋养。肝和胆是一对亲兄弟啊，长期这么熬夜，直接伤的就是肝。日子久了，连肾气也跟着一起亏空。这就好比一个水桶底下破了一个大洞，你白天往里面倒再多的水，吃再多的营养品，天天去公园里甩胳膊拉筋，能挽回这漏掉的气血吗？绝对挽回不了。有些老中医看病，遇到这种天天熬夜硬是不睡的人，往往摇摇头就不给开药了。为什么？不是心狠，是治不好了。因为天地的力量你不去借，非要逆天而行，大罗神仙也救不回一个自己硬要往外漏福气的人。佛法讲得很清楚，一切皆是因缘果报，天道有常，他绝不会因为你吃得好，有钱就对你网开一面。人在天地之间就像一粒微尘，你得顺着天地的规矩走。到了子时，天地在闭藏，万物在休息，你偏要睁着2个大眼睛，消耗着自己宝贵的肝血，还在那儿牵挂着虚无缥缈的事情，情绪跟着手机里的假象起起伏伏，这哪里是在熬夜，这就是在熬你的命。你不尊重天地的作息，天地自然也会收走你的精气神。晚上你把这第一道福报的口子撕开了，那晚上漏了福气，到了早晨，如果你还不懂规矩，这第2把刀子可就架在脖子上了。咱们老祖宗讲阴阳，阴阳是轮转的，跟个大车轮一样，绝对不能停。晚上是阴，你要懂得长，到了早晨，天快亮了，太阳马上要出来，这就转到了阳。这时候你就得懂得生，这个生发的时辰也是有极其严格的规矩的。一天之中，什么时候必须把你体内的阳气给生发出来，就是寅时。寅时是几点？是凌晨的3点到5点，最迟最迟你起床的时间也不能超过早上的5点钟。你们要晓得，在我们中华文化的24节气里，寅时对应的气象叫做惊蛰。惊蛰是什么意思？你们想想看，冬天外头冰天雪地，那些大狗熊啊、青蛙啊、长虫啊，都躲在黑漆漆的泥土洞里冬眠，不吃不喝。可是到了惊蛰这一天，就算外面还没完全暖和，就算根本没有人去叫他们，他们自己扑腾一下就全醒了，钻出地洞开始活动。为什么？因为他们感应到了天地之间有一股纯正的阳气从地底下轰隆隆的冒出来，连这些禽兽虫蚁都懂得顺应天道的生机。咱们人号称是万物之灵，怎么到了早晨反倒糊涂了，死死站在床上起不来呢？我告诉你们，如果你过了早上5点，甚至到了7、8点钟还赖在床上呼呼大睡，这就坏了大事了。
你体内的阳气在寅时本来应该跟着天地的阳气一起升腾起来，去滋养你的五脏六腑，结果你直挺挺的躺着不动，硬生生的把这股生机给压住了。这股阳气出不来，憋在你的五脏六腑里，它慢慢的就变质了，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邪火，变成了酸毒。你们在生活中肯定见过，或者你自己就有这种体会。有些时候周末放假，你想着多睡一会儿，一觉睡到中午12点，结果爬起来一看，脸色煞白或者发灰，浑身的骨头缝子都在酸痛，脑袋就像被人打了一棍子似的昏昏沉沉，而且这一天脾气还特别大，看老伴儿不顺眼，看孙子也不顺眼，稍微一点小事点火就着。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你早晨没有早起，阳气憋死在里头，转化成了酸性的毒火。肝脏是最怕酸毒的，这股毒水天天在你的五脏六腑里泡着，腐蚀着你的经络，全毒死。脾气能不大吗？身体能不累吗？这比你去干了一天苦力活还要伤身体。有些人心里算盘打得很精，觉得哎呀，我昨天晚上看手机熬夜到了2点，我今天早上绝不能吃亏，我必须睡到上午11点，把时间原封不动地补回来。这叫糊涂透顶。你晚上子时不睡觉，那叫做杀阳气；你早上寅时不起床，那叫做封杀阳气。老祖宗把这种行为叫做什么？叫做双杀。你这是在两头拿刀割自己的寿元啊。真要是晚上睡晚了，唯一的补救办法是什么？我教给你们，还是要在早上5点钟准时爬起来。你可能会说，曾老师，那不是要困死我吗？你别怕，你5点钟起来，披上衣服下地，稍微走动走动，活动个10来分钟，只要你一动，阳气就跟着生发出来了。你立马就会觉得浑身一轻，脑子突然清醒了。等到中午吃完饭，你再去睡个半小时的午觉，这就把精神彻底养回来了。讲到这里，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历史。咱们清代的曾国藩，大家都听说过吧？曾家那个家族兴旺了好几代，出了无数的顶尖人才，一直到今天都很厉害。为什么曾家的家运这么旺？曾国藩留下的家训里，最核心的第一条，也是最铁的一条规矩，就4个字：黎明即起。曾国藩对家里人，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每天早晨天刚刚蒙蒙亮，只要一睁眼，立刻穿衣起床，绝不允许在暖和的被窝里多待1秒钟，这叫做醒后绝不恋战。曾国藩心里透亮啊，他知道人这具肉身天生就是带着贪欲和堕落的习气的。早晨那个被窝里多暖和多舒服啊，外头凉飕飕的，谁不想多躺会儿？但是如果你连早晨这点贪图安逸的小念头都降服不了，连顺应天地生发之气的规矩都守不住，你还能干成什么大事？你拿什么去降服人生中更大的烦恼？拿什么去扭转自己和整个家族的气运？曾国藩就是靠着这一份顺应天道、降服肉身贪念的狠劲儿，把曾家的家运硬生生的给拖了起来。早起看似是生活习惯，实际上是在斩断肉体的贪执，这是真正的大修行。所以啊，诸位老朋友，你们自己不仅要早起，看到家里的儿孙到了周末睡到日上三竿，你们也要懂得去提点一下，别总觉得心疼。孩子说，哎呀，年轻人上班辛苦，好不容易放假，让他睡到中午补觉吧。你那是害了他，你纵容他违背天道，纵容他的阳气憋成酸毒，把他的福报底子都给碎漏了。佛法讲得很清楚，凡事离不开因果。你这具肉身违背了天地的时辰气机，气机在你体内到处乱窜，到处堵塞，你的心神就绝对得不到安宁。
心神一乱，他找不到归宿，直接就会反映在你夜里睡觉的姿势上。很多人抱怨自己越睡越累，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当你沉睡过去以后，你的身体正在替你的潜意识叫苦连天，你的那些贪念、脾气、固执，全都化作了极其危险的睡姿，在漫长的黑夜里，一口一口地吃掉你辛苦积攒下来的功德与福气。你们可能觉得奇怪，曾老师，这睡觉的姿势不过就是肉身怎么摆放嘛，跟福报、跟因果能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们，关系太大了。咱们老祖宗常说一句话叫相由心生。其实啊，不光是面相，一个人睡觉的姿势也是由心生的。你的睡姿就是你内心世界最真实的写照。你想想看，白天你出门在外要顾及面子，要讲究人情世故，你对邻居笑脸相迎，对亲戚客客气气，就算心里受了委屈，肚子里有火，你也会用理智把它硬生生地压下去。可是到了晚上，你把灯一关，被子一盖，眼睛闭起来了，你的理智去休息了。这个时候，你心底里那些平时压抑住的执着、牵挂、不满、贪求，就像洪水决堤一样，全跑出来了。你以为你的大脑像个电视机，按一下开关就黑屏休息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你心里装满了事，就算你的身体在软绵绵的床垫上躺平了，你的心却没有躺下。你那些没有安抚好的情绪绝对不会凭空消失，他们会顺着你的经络，化作你僵硬的肌肉，化作你紧咬的牙关，化作你不知不觉中摆出来的扭曲睡姿。你这具肉身就像是一个无声的抗议者，在深夜里拼命地告诉你，我的心好累，好苦啊。佛法讲得很清楚，有3种极不妥当的睡姿，这3种睡姿一摆出来，就在无形之中勾起了咱们心底最深的3种毒药：贪、嗔、痴。只要这3味毒药一发作，你在夜里不仅得不到休息，反而会迅速折损你白天的福报。今天我们先来讲这第一种最容易漏福报的睡姿。有些老人家睡觉喜欢脸面朝上，4脚朝天，2手2脚摊开，摆个大字形。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样四肢舒展，多放松，多舒服啊。可是你们要晓得，在咱们中华文化和佛家的智慧里，这种4脚朝天的睡姿被称作修罗卧。什么是修罗？阿修罗的脾气，那就是好勇斗狠，凡事都要争个输赢，得理绝对不饶人。当你整个人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的那一刻，把胸腹全都毫无保留地袒露出来，同时四肢又向外扩张，这在咱们的精气神上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一种极其强烈的防备心，同时又带着一种强烈的攻击性和向外所求的欲望。这是一种想把天地四方，把身边所有的人和事都牢牢抓在自己手心里的姿态。这个道理很简单，这种姿势一出来，就说明你的心里起了贪念。一提到贪字，很多老哥们老姐妹肯定不服气，会说，曾老师，你这可冤枉我了，我大半辈子省吃俭用，连件贵衣服都舍不得买，剩菜剩饭都舍不得倒，我贪什么钱财了？我告诉你们，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个贪往往不是贪图金银财宝，而是贪图对家里人的控制权。你们自己摸着良心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心里总想着，我是长辈，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米还多，所以儿子找工作必须听我的，女儿找对象必须过我这一关，儿媳妇带孙子必须按照我的老规矩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稍微有一点点不顺你的心意，没有照着你的剧本走，
你这心里头就堵得慌，就七上八下，就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这种什么都想管，什么都想抓在手里，什么都放不下的心态，就是最深重的贪念啊！人的欲望和牵挂是没有尽头的。你替儿子操完心，又要去抽孙子，今天这个结好不容易解开了，明天那个疙瘩又系上了。你把整个家庭的重担，把所有人的因果全都像麻袋一样扛在自己虚弱的肩膀上，你以为这是伟大，这是负责任，但在天道规律看来，这就是一种僭越，一种愚痴的掌控欲。带着这种强烈的掌控欲入睡，你的心刻都没有停止过争夺和算计，你的气血全都在往外冲，根本收不回来。所以习惯了修罗卧仰着睡的人，他在梦里都在干什么？他在梦里通常都是极其忙碌的。你要么梦到跟几十年前得罪过你的老邻居、老同事在大声吵架，吵得面红耳赤，要么梦到自己在拼命的奔跑，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你，要么就是梦到自己在焦急的到处寻找某样东西，怎么找也找不到，急得满头大汗。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灵魂，你的精气神一整晚都在偷偷的加班。你以为你躺在床上8个小时是在休息充电，其实你是在梦境里真刀真枪的打了一晚上的仗。这种内耗比你白天去菜市场跟人讨价还价，比你去地里干一天的农活还要累人，还要伤元气。等到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你从床上爬起来，你会觉得肩膀僵硬的像块大石头，后脖梗的筋绷得紧紧的，连眉头都是死死锁住。你觉得越睡越累，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这就是因为你心里的贪念和控制欲没有清空。你在睡梦中把自己宝贵的福气和精力全都顺着这四脚朝天的姿势漏得干二净了。这哪里是睡觉？这就是在受罪，就是在慢性的折磨自己的身心。那么除了仰着睡，还有一种姿势，很多人平时根本不在意，觉得只要不是平躺着，我侧着身子睡总行了吧，于是就特别习惯向左边侧身睡。我告诉你们，向左边侧着身子睡，在咱们佛学的智慧里头被称作畜生卧。这个词听起来可能不太顺耳，但为什么老祖宗要这么叫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们要晓得，咱们人体内有一股气机、心神和心包，经络主要偏在我们胸腔的左侧。当你向左侧卧的时候，你整个人几十斤的重量全部压在了左半边，这等于是一整个晚上你都在死死的压迫着你的心经和气血，气血流通不畅，被堵在了一个死角里，你的呼吸就会在睡梦中变得急促憋闷。这股憋闷的气机一反扑，你的心神就迷糊了，就不清爽了。佛法讲得很清楚，这种气机不通透的睡姿，最容易催生出咱们心底的第二味毒药——痴心。什么是痴？难道是睡一觉起来变成傻子了吗？绝对不是的。这个痴指的是咱们心里的偏执，是不明理，是喜欢钻牛角尖，是一根筋走到拉都拉不回来。你们想想看，有些老人家睡在床上的时候，心里那个固执的劲头是不是经常冒出来？你是不是常常在夜里翻来覆去的琢磨，为什么我为这个家当牛做马，付出这么多，起早贪黑的给他们做饭带孩子，却没有一个人体谅我、感恩我？30年前某个亲戚在酒桌上阴阳怪气的对我说的那句风凉话，我怎么到现在还咽不下这口气？为什么现在的儿媳妇脾气那么大，今天居然敢给我甩脸子？你看你死死守着过去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恩怨，紧紧抓着旧观念不放，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功臣，别人都欠你的，别人都是错的。这就是一种最深重的痴。
甚至表现在生活里。有些老人家喜欢在家里囤积旧东西，什么破烂塑料袋、几个月前的烂纸盒子都舍不得扔，堆得满屋子都是，这也是痴心太重的一种表现。因为你看不清因缘果报的真相，不知道世间万物都是无常变化的，你偏要去死死抓住那些早就该扔掉的垃圾不放，你的心窍被这些陈旧的烂怨气给堵住了，肉身的气血又因为向左侧睡被死死压迫着，内外一呼应，所以用这种姿势睡觉的人，到了梦里也会觉得极其迷茫。你往往会梦见自己走在一团大雾里，伸手不见五指，或者被困在一个没有窗户、没有出口的破房子里，到处乱撞，怎么走都走不出来。第二天早上一睁眼，脑子昏昏沉沉，像蒙着一层厚厚的猪油，浑身乏力。这都是因为你的心被无明给彻底蒙蔽，你的福报就在这团迷雾中一点点被消耗掉。再来说说第三种，这也是对咱们的家运福报折损最大的一种睡姿，趴着睡，脸朝下，胸口和肚子紧紧贴着床板，整个人像只大青蛙一样趴在那儿。这个姿势在佛家看来是非常严厉的，被称作恶鬼卧。你们想想看，一个人趴着睡，把胸口、肚子上的五脏六腑全都结结实实地压在身下，连大口喘气都不顺畅。这就好比是把自己的气场、自己的生机给活活闷死了。这个姿势一摆出来，气机完全被切断，就会立刻勾起咱们心底最可怕的第三味毒药——嗔心。什么是嗔心？就是怨恨，就是嫉妒，就是不受控制的无明火。为什么叫恶鬼卧？你们要晓得，恶鬼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永远觉得不满足，永远处在一种饥渴和愤恨的状态里，心里头塞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怨恨和匮乏感。有些老哥们、老姐妹心里总觉得自己这辈子太委屈了，觉得我辛苦操劳了一辈子，怎么老了一身的病痛，儿女又不在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怎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呢？这种强烈的受害者心理，这种怨气，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滋养你内心的那只恶鬼。你趴着睡，胸口死死憋着一团闷气，这团气疏导不出去，就会在你的五脏六腑里化成滚烫的无明邪火。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一觉醒来，明明家里什么事也没发生，但你心里就是堵得慌，有一股邪气直往脑门子上冲，看老伴不顺眼，看孙子也不顺眼，老伴好心端杯温水给你喝，你听他说话的语气都觉得人家像是在挑衅你，动不动就发脾气，摔盘子、打碗，张口就说出那种特别伤人的刻薄话。中华文化里有句老话叫做一把无明火烧尽功德林。你白天辛辛苦苦脾气多好，去庙里拜佛，去大街上帮邻居提东西，好不容易对人行善，积攒下来一点福报和善缘，结果晚上趴着睡，嗔心一发作，早上一起来发了一顿大脾气，这把火呼的一下把你辛辛苦苦攒下的福气烧得干干净净。我告诉你们，伤人的话一旦说出口，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你不仅深深伤害了最亲近的家里人，更是把自己的好运气全给折损光了。你看这划得来吗？这简直是吃了天大的亏呀！仰着睡，生出贪心，向左侧卧，生出痴心，趴着睡，生出嗔心，贪嗔痴这三毒，借着你错误睡姿的壳子，在每一个黑夜里疯狂地消耗着你的精气神。你以为你闭上眼睛是在休息，其实你是在漏你的命啊！你不仅把自己的气场全弄乱了，还会把家里那股和睦祥瑞的气场给冲散。
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了和气，整天乌烟瘴气，老人家天天板着个脸发脾气，那你这个家哪来的风水，哪来的家运？就算老天爷给你再多的财富，你也绝对留不住。既然仰面朝天，向左侧卧，像青蛙一样趴着睡，都在滋生贪嗔痴，都在把咱们的精气神往外漏，那咱们到底该怎么睡才能把这天地间的第一大补给吃进去呢？我告诉你们，在2000多年前，佛陀就亲自给咱们留下来了一个最完美的睡眠法门。佛陀最后涅槃，也就是离开这个凡间俗世的时候，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就是这个殊胜无比的知识。在我们中华文化和佛学的智慧里，这叫做狮子吉祥卧。为什么要叫吉祥卧？因为前面那3种睡姿容易引出心底的烦恼和妒，唯有这个姿势走极端，最亲近，最安稳，不会让你在梦里升起任何的妄念。它代表着一种彻底的放下，一种对世间万事万物完全接纳的平和。怎么卧呢？听这名字挺大，其实动作非常简单。今天晚上你们洗漱完了，上了床，可以亲自试一试。首先把你的身体向右边侧躺，2条腿稍微弯曲一点，轻轻的合拢在一起，不要绷得紧紧的，要放松。接着把你的左手自然的伸长，轻轻放在左边大腿的外侧，最后把你的右手微微弯曲起来，就像个小软枕头一样，轻轻地托着你的右脸颊和头部，就这么简单。你们想想看，你现在摆出来的这个姿势，就像是一只正在安详休息的百兽之王，虽然在睡觉，但内心有一种不可撼动的从容和安定，平平静静的，一点都不慌乱。你们要晓得，为什么老祖宗和佛陀都强调一定要向右边睡呢？这可不是随便定个规矩折腾人，这里面藏着极大的生理和气机玄机。你要知道，咱们人的心神和心包经络偏在左胸，当你向右睡的时候，全身几十斤的重量就不会压在心脏上，心没有负担，跳得就平稳，你这呼吸自然就绵长顺畅，再也不会觉得胸口像是压了块大石头。而且咱们脾胃的出口也是朝右，肝脏也在右边，你这么一右侧卧，胃里还没彻底消化的东西就能顺顺当当，毫不费力地流下去，点都不会积在胃里发酵胀气。同时大量的气血也会顺势流进肝脏，帮你在夜里把一天的毒素给排出去，胃口通畅了，肝火降下去了，气机顺了，你这个人自然就安稳。佛法讲得很清楚，这狮子吉祥卧不仅是顺应肉身的经络流转，它还有不可思议的4大功德。这第一大功德叫做不堕恶趣。咱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不得不面对生死的大关。人老了，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对不对？如果是习惯了这种清静祥和睡姿的人，因为长年累月的把心放平，就算在睡梦中4大分离，一口气没上来走了，他的心里也是毫无畏惧。只要心里没有贪嗔痴的执念，就绝对不会堕入痛苦的轮回之中，必然能顺着这股祥和的气机，得到往生善处的福报。第2大功德叫做降伏烦恼。你别看只是向右侧躺着，咱们人体右侧有很多条经脉，是极其容易引发心神散乱。当你向右侧卧的时候，身体的重量刚好把右侧的脉络轻轻地压住了，这么一压，那些蠢蠢欲动的杂念，那些会引出妄想的浮躁之气就全被镇住了，心一定下来。你白天在外面受的委屈，听到的闲言碎语，自然就被这股安定的力量给降服了。第3和第4大功德，
就是顺应自然和获得最充分的休息。你不用这个右卧的姿势去跟天地较劲，能量在你体内畅通无阻。隔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头脑特别清晰，精神非常旺盛，绝对不会越睡越累。连看老伴儿、看孙子的眼光都会变得特别慈悲，特别柔软。我给你们讲个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北宋时期有个名满天下的大才子苏东坡，大家肯定都听说过。苏东坡到了晚年的时候，官场失意，被一路贬官，最后流放到了海南岛的儋州。你们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海南岛可不像现在是度假胜地，那时候那是个荒天野地，毒虫遍布的蛮荒之所。苏东坡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孤苦伶仃，一贫如洗，住的是什么？是连风雨都挡不住的破茅草屋。吃的是什么？有时候连一碗白米饭都吃不上，只能找点野菜对付。换作咱们普通人，老了摊上这种倒霉事，一落千丈，那还不得天天晚上愁得捶胸顿足，天天抹眼泪，整夜的睡不着觉啊。可是人家苏东坡没有，他老人家不仅睡得着，还睡得特别香，比在京城里当大官睡大软床的时候睡得还要通透。为什么？因为他懂修行，他懂得境随心转，他一直坚持着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右侧卧的法门，他有一套自己的右卧驱逐睡眠三昧。每天晚上哪怕躺在硬邦邦的破木板上，只要按照右侧卧的姿势把手脚放好，心神一收，外面哪怕狂风大雨，朝廷哪怕再下什么严厉的圣旨，根本就吹不进他心里的那张床。他把心底里的患得患失给清空了，随便找个破草席往右边一躺，一觉就能安稳到大天亮。这叫什么？这就是真功夫。外在的物质失去了，家境没落了，处境凄凉了，但只要咱们学会了向内求，学会了这套顺应气机的睡法，内心的平静是谁也夺不走的。可是除了向内求，把这套向右侧卧的睡姿摆好，把心定住，我告诉你们，咱们还得守住外在的这一道物理防线。你肉身的姿势就算摆得再标准，可是你外在睡觉的那个环境，也就是你卧室里的气场，如果四处漏风，那你还是把这天下第一大补的精气神白白放跑了。这就好比你用了一个极好的砂锅去熬一锅人参汤，结果锅底是漏的，风一吹，火也灭了，汤也洒了，这叫什么？这叫徒劳无功。咱们老祖宗在养生保命上有一句铁律，叫做避风如避箭，这可是极其深刻的学问啊。有些老哥们老姐妹一到夏天嫌天气热，睡觉的时候不仅窗户大敞着，还要把那个电风扇空调开到最大，对着自己的脑袋和身体整夜的吹。你觉得这样贪凉快，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们要晓得，人醒着的时候，白天在活动，阳气是在体表维护着你的，就像穿了一层无形的铠甲。可是等你一旦闭上眼睛睡着了，气血的流动就开始变慢了，体温也跟着降下来了。这个时候你身体表面的毛孔是打开的，毫无防备。如果你在安静的卧室里不关门窗，让那个贼风呼呼的吹进来，情况就全变了。风这个东西在老祖宗的医理中叫做百病之长，它是带着寒气和邪气顺着你张开的毛孔直接往你骨头缝里钻。你开着空调，吹着风扇睡觉，看似凉快，实际上风寒入骨啊。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照镜子，脸色发黄发暗，后脖颈那一根大筋僵硬的像铁丝一样扭过来，
浑身上下的骨节都在隐隐作痛，甚至有的人直接就开始头重脚轻，发烧感冒。为什么？因为你的元气被风吹散了，外来的邪气伤了你的根本。那有人就要问了，曾老师，夏天那么热，像个大蒸笼一样，关着门窗不透风，我怎么可能睡得着啊？我教给你们一个绝招，这也是咱们顺应自然的好法子。夏天再热，睡觉之前你可以先把房间门窗关好，开着空调把屋子吹得凉凉快快，等到这屋子里充满凉气了，连被窝都觉得凉爽了，你赶紧躺下。这个时候一定要把空调关掉，或者打个定时关机。那股保留在房间里的冷空气足够维持1-2个小时，这期间你舒舒服服的睡着了，身体就安全了。半夜如果真的热醒了，满头大汗，你再起来开一小会儿空调，把屋子降温，然后关上接着睡。记住，无论春夏秋冬，睡觉一定要关紧门窗，连房门最好也关上，这叫聚阳气。你在这个密闭的安稳的小气场里睡觉，哪怕夜里热出了一点微汗，也绝对比风寒入骨要好上10000倍。你的卧室就是你养命的道场，气场聚住了，精气神才能养得足。外面的风寒挡住了，气场护好了，咱们再来说说咱们身体里头规矩。除了避风，睡觉前还有一件极其伤元气的事，你们打死也不能做，那就是吃得太饱。你们要晓得，中华文化里早就有一句老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晚上本来是天地闭藏，5脏6腑都该歇息的时候，你倒好，晚上8、9点钟了，弄了一大桌子大鱼大肉，或者有些老人家舍不得倒掉中午的剩菜剩饭，怕浪费，稀里哗啦全塞进自己肚子里，撑得肚子圆鼓鼓的，连打个嗝都费劲。结果怎么样？你躺在床上就跟烙饼一样翻来覆去，脑子里胡思乱想，怎么也睡不踏实。为什么？因为你的肠胃在被迫加班啊，你强迫全身的气血都跑到胃里去消化这一肚子油水，阳气根本沉不下来，心神全被这股浑浊的饱胀之气给顶在了上头。你这不仅是加重了脾胃的负担，搞出了胃胀反酸，更是彻底破坏了晚上的睡眠质量。你省下了一口剩饭钱，却搭进去了千金难买的睡眠和气血，这绝对是得不偿失的糊涂账。所以晚上这一顿吃个7分饱就足够了，一定要清淡，把肚子里的浊气空一空，气血自然就归位了，心神也就安宁了。讲完了避风和节食，咱们还有最后一道守住元气的物理防线，那就是保暖。我发现很多老人家晚上脱了鞋袜上了床，你摸摸他的手脚冰凉冰凉的，哪怕是在大夏天，四肢也像冰块一样捂不热，这叫什么？这就是典型的肾阳不足啊。四肢是咱们阳气之本，如果你的四肢不暖和，你这一晚上哪怕盖着再厚的被子，你也绝对睡不踏实，总是会在半梦半醒之间哆嗦。怎么办呢？佛法讲得很清楚，凡事都要从因上解决。既然手脚冷，那睡觉之前别管多大年纪了，自己打一盆热水，安安静静的泡个脚，把脚底心的气血给烫活了，把手脚彻底捂暖和。如果你觉得上了床半夜还是容易发冷，千万别嫌麻烦，我教你们一个好法子，睡觉的时候穿上一双宽松柔软的厚棉袜子，甚至可以在手上戴上一副薄薄的棉手套入睡。另外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部位绝对不能受凉，那就是你的肚脐眼，肚子前面叫神阙，正对的背后叫命门，前后这么一通，这是咱们人体精气神的总大门啊！不管夏天盖多薄的毯子，这个大门必须时时守住，拿个纯棉的护肚兜罩上，
或者把背脚严严实实的掖在肚子上。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曾老师，我穿袜子戴手套睡觉，这多不习惯啊，觉得身上绷得慌。但是你听我的，你坚持个10天半个月试试看，你会发现，只要这手脚的末端一暖，肚脐的命门一守住，你整个人就像泡在温水里一样，那一觉睡得别提多沉多香了。这就是用最实在的办法，把你身上那点宝贵的肾阳给牢牢护住了。你把外在的风挡住了，把肠胃排空了，把手脚的温度留住了，你卧室里的这个风水气场就成了一个绝佳的聚宝盆，你在里面窝成一尊安详的睡佛，这才是真正懂得了天地大补的奥秘，这才是拿大智慧在过日子可是讲到这里，肯定有很多老人家这时候又要发愁，皱着眉头问我，曾老师啊，我这外在的规矩是全守住了，甚至也是在床上躺得好好的，可是我这个脑子它根本不听使唤，像个跑马灯一样转个不停。闭上眼，今天白天去菜市场，因为几毛钱跟人家拌嘴的画面全出来，明天大儿子要还房贷的事也跑出来了，这心里乱如麻，搅合在一起，根本控不住，这该怎么办？我告诉你们，老祖宗留下来一句极其关键的保命心法，这叫做先睡心后睡眼，讲的也就是这个极其深刻的道理。你这具肉身的眼皮合上了，那仅仅是个表象，根本没大用，你得把那个到处乱跑四处攀援的心神给牢牢收回丹田里，让心彻底睡着踏实下来。那究竟怎么收心呢？佛法讲得很清楚，对治这散乱的心有一个特别实在，哪怕是小孩子都能一听就懂，一学就会的睡前3念法。每天晚上你在床上躺好以后，闭上眼睛，不要嫌麻烦，花上短短的3分钟时间，顺着这3个念头去观想，你的心自然而然就安稳地收回来。这第一念叫做念佛，它的根本目的就是练习清空你白天的执念。你们要晓得，佛代表的就是一个彻底觉悟。清清静静的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白天在滚滚红尘里摸爬滚打，为了生计应付那么多鸡毛蒜皮的事，难免沾了一身的烦恼灰尘。可是到了晚上躺在床上的这一刻，你就要学会做个了断。今天不管是在菜市场谁惹你生了嫌气，还是晚辈跟你讲话急躁了点，让你受了委屈，通通都要在这一刻放下。老一辈常讲一句最高深的修行口诀，叫做饥来吃饭，困来眠。饿了你就一心一意好好吃饭，困了你就心无旁骛的专心睡觉，千万不要把白天的那些恩怨情绪一股脑全带到神圣的床铺上来。你在心里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一呼一吸上，吸气的时候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在吸气，吐气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吐气。念头一旦变得单纯了，那满脑子的烦恼自然而然就烟消云散了。第二念叫做念法，这就是要端正咱们看待人和事的心态。法讲的就是宇宙万物运作的真实规律，也就是无常。很多老人家半夜睡不着，生闷气，往往就是因为心里那个我字放得太大了，总觉得我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心血，别人怎么就是不领情？别人今天为什么非要用那种态度对我？这个道理很简单，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有聚就有散，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那个白天惹你生气的人，也许他今天刚好也碰到了过不去的坎。那个让你天天牵肠挂肚的孩子，他也有他自己必须要完成的人生功课，有他自己的业力和因果，根本代替不了他受苦，更不能强求别人事事都顺着你的心意。你就在睡前大声在心里告诉自己，
我绝不再拿白天那些烂芝麻、打谷子的烦心事来惩罚自己晚上的睡眠了。你只要把这一层无常看透了，心里那块压得喘不过气的大石头自然咚的一下就彻底放下了。第三念叫做念身，也就是牢牢守护住你内心的清净无染。外面的世界纷纷扰扰，亲戚之间的八卦攀比，电视里那些抿嘴吵架的喧闹，都像灰尘一样在污染我们。你在睡前要在心里轻声告诉自己，外面的世界再怎么喧闹，我的心依然要保持干净。就像佛家讲的八风吹不动，不管是别人称赞我也好，批评我也罢，无论是环境顺水还是逆境，这些外在的风绝对吹不进我这方神圣的床铺，绝对扰乱不了我内心的平静。我就是这张床上的主人，我今天就要慈悲一把，我允许我的心在这一刻得到最彻底的休息。好了，讲了这么多天地契机和修行改命的法门，我知道咱们很多老哥们老姐妹年纪大了，看过去转头可能就忘了一大半。曾老师，我今天就像个操碎了心的老父亲一样，最后再苦口婆心的给你们啰嗦一遍，这几件事关系到你们晚年的福报和健康，你们打死也别做。第一，晚上11点到1点的子时，千万别再抱着手机熬夜了，那是把你家底漏光，把你肝胆之气抽干的死门。第二，早上5点的寅时绝对不能赖床，别把你体内的生机给憋成了酸毒和无明火，那叫双杀阳气。第三，睡觉千万别再仰面朝天四仰八叉的瘫着，别朝左边死死压着心脏，更别像只青蛙一样趴在床上，这会勾起你心底的贪嗔痴三毒，让你在梦里把功德烧得干干净净。第四，睡觉必须关紧门窗，避风如避箭，千万别让空调风扇的贼风吹穿了你的骨头缝。第五，晚上别舍不得倒剩饭，吃得撑破肚皮，胃不和则卧不安。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大补元气？这几个救命的招数，你们一定要时时刻在脑子里，顺应天时，早睡早起，睡觉摆出佛陀传下来的狮子吉祥卧，向右侧躺，腿微曲，右手托着腮帮子像个小枕头，左手轻轻放在腿上。睡前一定要用热水泡脚，穿上袜子捂热手脚，把肚脐眼也就是命门给盖得严严实实。最后用咱们刚才讲的3念法，念佛清空直念，念法明悟无常，念身守住清净，把心神牢牢收回丹田，先睡心后睡眼。这几步你们只要老老实实照着做，别有任何怀疑，我保证你一觉安安稳稳睡到大天亮，第二天精神百倍，福气满满。你们要晓得，在这个世上，很多人花大价钱去算命，去买什么名贵的水晶，去求什么大风水大师。告诉你们，最好的风水根本在外面，其实就是咱们的人心。最大的改命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每天种下的因。今天曾老师给你们掰碎了讲的这些，都是养命救人、积攒福报的大智慧。我希望你们看完了，不要光顾着自己一个人受益。现在社会上的人，大家都活得很疲惫，很多老人家都在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请你动动手指，把这个内容转发给你的老姐妹、老哥们，转发给家里的亲属微信群。你这一转发，绝对不是在凑热闹发着玩，你这是在实打实地救人一命，护人一运啊！你想想看，你发出去的一句提醒，可能就让对方今天晚上恍然大悟，早睡了1个小时，可能就让他少生了一次气，少造了一场熬夜折寿的罪，
少拜了一次家运，这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这是在结极大的善缘，积无量的福报，这功德不可思议啊！如果你觉得曾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真真切切的对你有帮助，觉得句句都说到你心坎里去了，请你千万别吝啬动动手指，给曾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你的每一次支持和转发，都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积福。同时，我在此诚心邀请大家，现在就在底下留下你的一句祈福善言。你可以敲下放下万缘，夜得安眠，也可以写下愿家人平安健康，福慧增长。我告诉你们，千万别小看你在屏幕上敲下的这一两句话，文字是有灵性的，念头是有极大能量的。当咱们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和祝福汇聚在这个评论区的时候，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威力不可思议的强大正向磁场。这份无量的福报，最终全都会像水波纹一样，一点不漏的回向到你自己和家人的身上。